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变成液体？2015年，200万人聚集在麦加，人变成了液体，结果超2000人死亡。2022年，10万人聚集在韩国梨泰院酒吧街上，人变成了液体，159人死亡。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人体洪流到底有多可怕，以及如果你恰好身处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做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的安全。如果你也喜欢这种比较离奇又是真实事件的故事，那你就来对地方了。这里每周都会给大家准备1到2篇优质好故事，要是你觉得好听爱听，不妨动动你帅气的小手，关注一下，点个赞。 OK， 咱们言归正传，开始今天的故事。1985年4月15号，英国谢菲尔德的希尔斯堡球场，利物浦和诺丁汉森林要踢一场至关重要的半决赛。如果当时你在现场，你会看到满大街都是披着围巾唱着队歌的球迷，空气里面甚至能闻到那股啤酒味儿，那个气氛简直燃到了极点。但当时足球场的设计跟咱们现在看到的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为了防范所谓的足球流氓们冲进赛场里面捣乱，球场周围都装了高高的钢制围栏，把观众们死死地困在看台里面。而那些被叫做围栏区的看台里面，其实就是狭窄的站立空间，球迷们只能肩膀挨肩膀的挤在一起，为了抢个好视野，不停地互相推挤。利物浦的球迷被分到了球场的西侧，那是球门正后方的黄金位置。球迷们需要从外面的大街来平巷，通过 A 口的转闸门进入球场，然后穿过一条长长的隧道进入球场内部。进去之后，人群再向两边分散开来，寻找最佳的观看位置。当天是半决赛，球迷们的热情十分高涨，大家很早就开始提前涌入球场。离比赛开始还有1个小时的时候，来平巷上已经堆满了球迷，人实在太多了，多到 A 入口的转闸门根本处理不过来这样的人流量。于是大街上的人越来越多，全部都堵在球场外面进不去，越进不去越着急，眼看比赛就要开始了，后面的人就开始拼命往前挤，最前面的人则被卡在转闸门处动弹不得。其实转闸门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控制人流速度的，但此时一名控制现场情况的警察做出了一个他认为正确，但事后被证明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为了缓解大街上拥挤的人群，这个警察下令打开了 C 号大门，而 C 号大门原本设计的时候就不是入口，而是一个紧急出口。这 C 大门一打开，几千个人瞬间就像开了闸的水一样，从 C 口涌入球场，和 A 入口进来的人群汇合在一起，涌入球门背后那个狭窄的通道里面。结果呢，那些已经走到铁网尽头的人，还有那些准备往两边散开找最佳位置的人，根本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而后面还没来得及进场的球迷们也不知道前面的情况，他们只是想赶快进去找个好位置，别错过球赛开场。几千号人就这么从后面排山倒海般的向前压了过来，压力是慢慢增加的，后面的人觉得前面还有空间，就继续往前走，可前面的人呢，脸已经被死死地按在了金属栅栏上面，不能动弹了。很多人可能觉得这种事故里的人多是被踩踏而死的，其实不是，在希尔斯堡事件中，绝大多数的受害者是站着死去的。当压力传导到最前面的时候，人的胸腔会被挤压到根本无法扩张，你连呼吸一口气都做不到。那些球迷的脸被死死地贴在铁丝网上，他们张大嘴巴求救，但在几万人的欢呼声里，他们的声音比蚊子大不了多少。后面的人还在起哄，还在往前顶，他们以为前面的骚动只是正常的赛前兴奋，而实际上前面已经变成了一场无声的屠宰场。最终当混乱的场面散去之后，现场留下了97具遗体，最小的孩子只有10岁。更让人心寒的是，事发之后当地警方为了甩锅，硬要说是那些球迷们不买票喝醉酒扰乱了秩序。好在后来多次官方调查终于还了球迷们一个清白。调查结果很清楚，这些人是被球场设计失误和维持秩序不力给害死的。希尔斯堡惨案直接改变了英国球场的设计，球场里致命的铁栅栏被拆除了，全坐席体育场从此成了强制性的标准。有记录显示，从1980年到2022年，全球发生过440多起人群挤压事故，夺走了超过13700条人命。这里咱们得搞清楚一件事儿，你认为可能是一大群人惊慌失措的四处乱跑，把摔倒的人踩在脚下了，对吧？
实际上，人群挤压根本不是关于跑这个字儿，而是关于动不了这件事儿。不管是音乐会、体育比赛，还是各种节日集会，只要人流被引向狭窄的空间，风险就会呈指数级飙升。当太多的人被压缩在太小的空间里的时候，这群人就不再是个体了，而是一个整体。流体力学在此刻开始同样适用于这群人体。在那种极端密闭的人群当中，你呼吸都费劲儿，因为后面人的力量会一层一层的传导到前面。当施加在胸部的压力超过临界值的时候，你的肺部就没有办法正常扩张，氧气也吸不进来。医学上管这叫压迫性窒息。最绝望的是，受害者可能在失去意识之前还一直被迫保持站立，想倒都倒不下去。为了让大家有更直观的理解，咱们得聊聊人对空间的基本需求。一个正常站立的人大概需要60厘米宽、30厘米长的空间，这才会让你觉得舒服，能喘气，能转身。当1平方米里挤了5个人的时候，你还能动，但得费挺大劲儿，而且你往哪走已经不由你说了算了。当密度增加到每平方米6到7个人，那么大家的身体会紧紧贴在一起，此时你的每一个动作都取决于周围人的动作。如果每平方米上超过了7个人，那么你已经彻底丧失了作为个体的自主权。7个人就是人群变成流体的阈值。在这种状态下，压力在人群中传递的方式就像水里的波纹一样，后面有人推一下，这股劲儿不会停在前面的那个人身上，而是会身体传身体，一直传到最前面。如果最前面是一堵墙、一个护栏或者一扇锁死的门，那这股能量就没地方去了，只能把最前排的人往死里挤。很多人体挤压的幸存者，他们的描述都如出一辙。他们的胳膊被死死地压在肋骨上，脚离开了地面，感觉有一股股冲击波一样的力量在人群中穿梭，感觉自己好像是一片在水里飘的叶子，被一群陌生人的人浪带着走，自己根本不用动。这个时候，你有多强壮、多高大、多健康都没用，你个人的那点力量，在成千上万人的推力面前微乎其微。1883年夏天，英国桑德兰。那天，维多利亚音乐厅举办了一场号称是给孩子们准备的史诗级礼物的表演，魔术、木偶戏，还有最后压轴的幽灵幻觉特技表演。小孩子对于这种表演来说，简直是毫无抵抗力。当时全场坐了大约2000个孩子，大多在3到14岁之间。演出其实很完美，孩子们看得也特别开心。悲剧发生在表演结束的时候。当时台上宣布，持有特定座位票的孩子们在出门的时候能领到玩具，同时台上的演员也开始往观众台下发放礼物。这下坏了，孩子们疯了，看台楼上的1000多个孩子为了抢玩具，没命似的从楼上冲向楼梯下面。但那段楼梯的尽头只有一扇单向门，这个单向门有2个致命的问题。第一，门只能朝里开；第二，这个门上装了一个限位螺栓，每次只能让1个孩子通过，而且这个限位螺栓在门的内侧。这道门最初是为了方便查票才这么设计的，但当孩子们冲下来的时候，门口没有人疏导，前面的孩子很快就被门给卡住了，后面的孩子还像流水一样顺着楼梯往下灌，这个楼梯间瞬间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斜坡漏斗。后面的孩子风一样的往前挤，而前面的孩子已经被卡住，根本出不去。有目击者后来描述说，门口堆叠的孩子足足有2米多高，最底下的孩子被卡在狭窄的缝隙里窒息而亡，跑在前面的孩子们直接被后面的人压死在下面。大人们发现不对劲儿，想去救，跑到大门另一侧才发现门栓在孩子那一侧，从外面根本拽不开。为了救孩子，工作人员拼命从缝里往外拉，但救出一个，立马就有2-3个孩子接着被卡在缝隙里。最后，那场意外带走了183个孩子的生命。这事在当时引发了全英国的震怒，大家没有怪孩子们乱跑，而是把矛头对准了那个脑残的向内开而且带限位螺栓的门。维多利亚惨剧也直接催生了新的法律规定，要求所有公共娱乐场所必须安装向外开启的紧急出口。咱们现在随处可见的那种推杠式消防门，其实就是这么来的。2015年9月24号，沙特超过200万穆斯林聚集在圣城麦加附近参加1年1度的朝觐，其中一个关键的仪式叫投石击魔。朝
朝圣者们要走过米纳的贾马拉大桥，向象征邪恶的3根柱子扔石头。这原本是一个神圣的时刻，但由于要在极端高温下让海量人群按照严格的时间表通过这个狭窄的空间完成仪式，就让这里变成了全球最危险的地方之一。那天上午9点，在204路和223路的交叉口，气温已经飙升到了43度以上，两股庞大的人流在这个路口上相遇了。而人群没有像预想中那样顺滑流动，而是发生了剧烈的碰撞和挤压。后排的人根本不知道前面的速度已经变慢，甚至停止了，还在继续往前推。在这种密度下，任何一点点速度的变化都会引发巨大的连锁反应。再加上那天实在太热了，很多人可能想赶紧办完仪式就躲进凉快地儿，这种急躁的情绪更加剧了混乱的发生。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是769人，但很多独立机构的调查显示，死亡人数可能超过了2400人，甚至更多。虽然对于具体的死因还有争论，有人怪朝圣者没有按规定路线走，有人怪管理方交通管控不力，但事实是，这个地方已经出过不止一次事情了。1990年这里死过1400多人，2006年也死过300多人。然而，即便是这么频繁的出事儿，还是没能阻止2015年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体挤压事件的发生。2022年10月29号晚上，梨泰院，那是韩国自疫情爆发以来头一个不用戴口罩、不用保持社交距离的万圣节。你就想想那个画面，憋了3年的人们，他们穿着精心准备的衣服，画着夸张的妆容，心里满是终于自由了的狂喜。据统计，那天晚上有10万多人涌进了梨泰院。那个地方本来就以夜生活出名，街道弯弯绕绕，坡度起伏，到处都是酒吧和夜店。在大家看来，今天就是一场久违的彻夜未眠的 party， 但实际上危险早在晚上8点左右就开始露头了。有个亲历者后来说，平时走1分钟的路，那天得花10分钟才能挪过去。大家在街上完全是肩膀挨着肩膀在走。更让人心寒的是，当时警方其实已经接到了至少11个报警电话，都在反映现场太拥挤了，很有可能出事儿。可遗憾的是，这些求救信号并没有换来警方大规模的干预。晚上10点20分左右，悲剧在一个呈斜坡状的小巷里彻底爆发了。这个小巷子很窄，大概也就3米宽。当时在这个又窄又斜的巷子里，一拨人想往上走，而另一拨人想往下挤。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说，当时后排有一群喝嗨了的小伙子在那起哄着大喊推推推，结果一股巨大的推力顺着坡度往下压，最下面的人瞬间被压在地上，上面的人跟着往下倒，一层压一层。到最后救援人员赶到的时候，发现巷子底下已经落了几百个人，叠罗汉一样堆了5、6层，足足2米多高。那种压力大到什么程度啊？救援人员想把最下面的人给拉出来，却发现根本拽不动。那些受害者的身体被死死地嵌在人堆里，就像被焊在里面一样。很多人在视频里看着还睁着眼，其实已经因为压迫性窒息失去了心跳。这场灾难带走了159条生命，绝大多数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讲到这儿，可能有人心里会想，如果当时我也在现场，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跑，我该怎么活下来呢？说实话，人群挤压最恐怖的地方在于，它在最开始的时候感觉是非常普通的。你可能只是觉得周围有点挤，大家贴得比较近，这种情况在繁华的步行街或者音乐节现场不是挺常见的吗？但只要你留神注意，有以下几个信号一旦出现，就说明你已经半只脚踏进鬼门关了。第一个信号是你彻底丧失了转身的自由。当你发现你的肩膀没有办法自由摆动，你的双臂被死死地定在身体两侧，或者你感觉到来自前后左右4个方向的压力同时袭来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人群密度已经达到了那个致命的临界点。第二个信号是你会感觉到一种奇怪的冲击波，这个感觉有很多幸存者都描述过，就像在大海里被浪拍打一样，人群会突然毫无征兆的整体向一个方向晃动几厘米甚至几10厘米。注意，这不是大家主动在走，而是压力像水波一样在人群中传递。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肺部已经有了哪怕一点点的挤压感，那就已经是极度危险的信号了。第三个信号是你的脚离地了。
如果你发现自己没办法控制脚下的平衡，甚至脚尖已经不沾地了，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随着大部队倾斜，那说明你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了，而成了这股人体洪流里的一份子。很多幸存者事后复盘的时候发现，他们很多人的心里都是，他们已经等得太久了，他们总觉得再等等就好了，大家都在这儿呢。结果等到你想走的时候，已经完全动弹不了了。那万一真的被卷进这股人体洪流里了，该怎么办呢？首先，千万别试图跟这股力量硬刚。你要知道，那是几千上万公斤的推力，你再怎么健身，再怎么强壮，在这个力量面前，也跟纸片糊的没什么区别。而正确的做法是，像在急流里游泳一样，顺着人群的劲儿往侧面挪。侧向移动是保命的关键，因为压力的核心通常在中间，往两边走，力量会逐渐消散。另外，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持站立，只要你还站着，你就还有呼吸的空间。如果能动，就迈开那种又短又碎的小步子，跟着往前走。最核心的一点是保护好你的胸腔，你可以把双臂交叉放在胸前，给自己的胸部撑出一个小小的呼吸舱，防止肺部被彻底挤死，无法呼吸。万一你真的不幸被绊倒了，千万别趴着，哪怕是爬也要立刻爬起来。如果实在起不来，就蜷缩成球状，侧躺在地上，双手护住头和胸。为什么要侧躺？因为这样才能最大限度保护你的胸部不被直接压扁，给你留一点微弱的呼吸空间。这里还有一个很容易犯的错误，一定要远离那些坚硬的障碍物。在人体洪流中，墙壁、护栏、电线杆不是你的依靠，而是你的断头台。当人群的推力把你顶在这些硬物上的时候，压力会翻倍，这种力量能瞬间把你的肋骨压断。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如果你觉得这地方挤得不正常，别管别人怎么说，赶紧走。这种微妙的第六感，往往是你的本能正在向你发出最高级别的预警。说真的，没有哪场表演、哪场球赛或者狂欢值得你拿命去换。物理学是不讲感情的，它不会因为你年轻、你善良就对你网开一面。下次当你走进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你感受那股热闹的气氛的时候，请记得保持清醒，时刻注意身边的变化。希望这些带血的经验咱们这辈子都用不上，但你一定要知道。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或者你想让身边的朋友也多一份警觉，欢迎大家点赞转发。在这个越来越拥挤的世界里，多一个懂行的人，就可能少一场悲剧。OK，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小胡，我们下期见。